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频道，叫做慧君的刮痧宇宙。所以我是蛮害羞，我比较不习惯公众人物的这个角色，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创业者的这个角色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，第二家店开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大家就知道是疫情。那个时候真的是蜡烛两头烧，我们拼的是转型，我们没有放无薪假，那时候非常的痛苦。但是我们在同一年呢，也迎来了成长。下一年2022年，我们就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就大家所知道的，我们大部分都是分享有关刮痧方面的主题，刮痧的知识，或者是如何刮痧，或者是看来宾被刮，然后可能大家看得很舒压等等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定要帮他刮一刮的。这个地方也很痛，因为这个伤害其实都蛮深的。还好吗？不好，没有好过。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自己本身的话，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叫做创业者。那创业者的身份呢，其实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，所以容许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我到目前为止创业的成果如何。那我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创业的，我们的品牌就叫做 MGA 金健康刮痧，金就是软组织的意思，金嘛，你知道我台南人，所以还是有点台语的。再说到痧的鉴定跟鉴别，所以我们是鉴定跟鉴别的鉴。接下来透过刮痧去促进我们的健康，所以我们取一个谐音叫金健康。好，代表我们从台湾出发，而我一开始的愿景在设定的时候，我就是希望可以去推广刮痧，就像刮痧守护我成长一样，我也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被刮痧得以守护。而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人单纯在做刮痧，如果今天不是我的家庭渊源关系，我可能也不会做刮痧这一个主题，包含我的硕士论文都是如此。我是相信有刮痧之神，就是因为我在做刮痧相关主题的时候，我都会特别的顺遂。例如说，我至少可以硕士毕业，然后我的主题还查得到 paper， 然后我的教授也非常支持我。之后我创业的时候，我也开始有一些客源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认定是我自己的天命。那在我2018年开始创业之后，到现在2024年，今年是我们迈入的第6年。那虽然我是我们家的第3代，可是其实我在创业的时候，我们家的人呢是1块钱都没有投资我的。我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，然后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带起来的。我们第一家店在桃园，它是我们的创始店。如果你在 Google， 你就会找得到。我们在火车站附近。而之后呢，我在2020年呢开了我的第2家店，就是在台北的部分。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店基本上都是直营的。赚钱很重要，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赚钱，我乱开放加盟，刮痧已经有先天的歧视跟包袱了。那我没有做好我的品质管理，其实对于我来讲，我的梦想还是不存在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选择直营，我们直接训练老师成为我们的事业主体，而不开放加盟的原因。第2家店开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大家就知道是疫情。那个时候真的是蜡烛两头烧，我们拼的是转型，我们没有放无薪假。那时候非常的痛苦，3级警戒嘛，2倍烧钱，然后你零收入，那是非常焦虑。我创业第一次晚上睡不着，就是在那个期间。但是我们在同一年呢，也迎来了成长。下一年2022年，我们就开了2家店。我们开了我们的新北店，然后以及我们的高雄店。而在2023年呢，我们开了台中店，以及我们现在拍摄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总部。刚刚讲的是店，那小的据点有包含台南跟新竹，所以我有7个县市有我们的实体服务的据点。而另外在居家的部分，像花莲啊、彰化啊、屏东，我们也都是有老师会在这些县市提供刮痧服务的。那后来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，我们有线上课程，我们有实体课程，包含 YT， 其实都是来教大家如何刮痧。因此我的事业体系呢，我本身有服务、教学以及产品。而这几个齿轮它是会彼此的滚动，而用来达到我的最终目标，就是我想要推广刮痧，而透过刮痧前进到每个家庭，去守护家庭里面的每个人。所以我们有一句 slogan： 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，其实也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我本身可能 maybe 也是个 YouTuber， 然后吃个可能猪肠冬粉，然后老板会认出我来这样。所以我是蛮害羞，比较
不习惯公众人物的这个角色，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创业者的这个角色。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，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频道，叫做慧君的刮痧宇宙，会来跟大家分享可能我从小到大的刮痧故事，我的创业的故事，或者是我在创业路上我所观察到的有关人性方面，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各种合作的过程当中，那什么样的人格特质，它可能最终比较容易心想事成，或者是所谓外部的成功，那我们就会在慧君的刮痧宇宙跟大家聊聊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